养死多肉不打紧，就怕死的不明白。肉肉8种死法，知道原因好预防。新手肉友们在刚开始养多肉植物的时候，由于缺乏经验，总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莫名其妙地把肉肉给养死了。这样的事情发生2、3次，就有不少人坚持不下去了，觉得多肉不好养，以后再也不养了。其实，多肉莫名其妙被养死的主要原因，还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的习性，以为和普通花草是一个养法而导致的。其实我们一开始养死多肉真的是不要紧的，但是就怕它死得不明不白，再养的话还会以同样的方式死第2次、第3次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搞懂多肉植物的死法和原因，以便有针对性地改变自己的养护方法和习惯，避免多肉因为同一个原因而养死多次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喜欢园艺，喜欢多肉，并乐于分享成功或失败的经验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本期花花跟大家一起来认识几种多肉植物常见的死法，顺便学习一下多肉致死的原因和解决方法。1、浇水太多涝死。多肉植物的一大特性就是它的茎叶中储存了大量的水分营养，使得它非常耐旱。平时养护中并不需要浇太多水，浇水太多反而容易导致肉肉烂根化水。而新手肉友在初期养多肉时，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喜欢浇水，所以这也是导致多肉植物被养死的最大原因。想要把多肉养活，首先要记住的就是管住自己的手，别乱给肉肉浇水。多肉植物一定要懒养，学会控水，你对它太勤快了，它是无福消受的。控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多肉植物的叶片，只要它底部的叶片一直硬挺，那就不用浇水。什么时候底部有2层叶片变软发皱之后再浇就没事了。2、不敢浇水可死。与浇水太多被涝死相反的是，有些肉友吸取了教训，开始变得小心翼翼，从而一直不敢给多肉植物浇水，结果就是导致肉肉的根系干枯，然后越长越瘦。此时即便是浇再多水它也恢复不了了，反而还会导致烂茎或化水。不及时处理枯根的话，要么是逐渐干枯而死，要么是烂茎化水而亡。多肉植物需要控水而不是断水，控水的方法在上一条已经讲明白了。而如果肉肉的根系出了问题的话，不管是烂根还是根系干枯，我们都需要及时翻盆，把坏死的根系全部清除干净之后再重新上盆，将多肉植物重启。3、盆土粘重憋死。多肉植物的根系除了有吸收水分营养的作用外，还兼有呼吸作用，所以说我们需要多肉植物的盆土要疏松透气。如果盆土特别粘重的话，首先本身就不透气，然后稍微浇水就很长时间积水不干，把空气都挤没了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多肉植物的根系无法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很容易就会憋死，出现烂根化水的现象。多肉植物不建议用原土种植，有经验的肉友可以用泥炭、椰糠等软质料与火山岩、粗沙等颗粒来混合配土，具体的配比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配置，以达到疏松透气、排水好的效果。而至于新手肉友，如果不会配土的话，不妨从网上购买现成配好的多肉专用土。4、环境闷热闷死。夏天是多肉植物死亡的高发季节，其根本原因是多肉植物本身喜欢冷凉干燥的通风环境，而夏天的温度太高，加上气候闷湿，肉肉本身就很难熬。如果所处的小环境也闷热不通风的话，肉肉很容易就被闷死了。夏天养多肉，首先环境一定要通风，然后如果环境温度高于30摄氏度的话，要想办法降温，同时要严格控制浇水。如果环境实在闷热，建议准备一个电风扇，通过风扇吹风让空气流动起来，顺便给肉肉降温，使其安全度下。5、夏天直晒晒死。多肉植物特别喜欢光照，充足的光照可以让它叶片紧凑，颜色鲜艳，光照不足则非常容易变绿徒长。但是夏天的光照太毒辣了，大部分多肉植物如果在夏天被强光曝晒的话，容易被晒伤，轻则出现晒斑，
重则化水而亡。春、秋、冬三季需要给多肉植物充足的光照，但是到了夏天，特别是当温度高于28°C之后，一定要给肉肉适当遮阴，可以利用墙根、树荫来遮阴，也可以拉遮阳网遮阴。但是要记住，遮阴不要遮得太严，一定要有充足的散射光，这样多肉植物才不至于土长得特别厉害。6. 生病虫害染病死。如果养护不注意，多肉植物是很容易发生病虫害的。最常见的多肉病害有黑腐病、黑斑病、赤腐病、白卷病、炭疽病、锈病等，都是因为感染真菌或病毒而导致。多肉植物最常见的虫害有介壳虫、红蜘蛛等，它们非常恶心，严重影响了多肉植物的美观和正常生长。虽然无法把多肉咬死吃掉，但是它们啃咬多肉留下的伤口，很容易成为病菌入侵的突破口，导致肉肉在虫和病的双重侵害下凄惨而亡。一定要记住，多肉植物的病虫害一旦发生是很难抢救的，最好的救治只有预防。闷湿的环境是最容易滋生病虫害的，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保持通风，避免养护环境过于闷湿。刚买回来的多肉植物，建议上盆的时候一定要洗根，染过病虫害的盆土不要再拿来给其他的肉肉继续用。平时要多注意观察，发现有病虫害的多肉一定要先隔离以免传染，然后该砍头的砍头，该翻盆的翻盆，将危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。7. 冬天太冷冻死。前面说过，多肉植物比较喜欢冷凉的环境，也确实有不少多肉能够承受比较低的温度。适当的低温和可以让肉肉呈现非常诱人的半透明果冻色，但是它们的耐冻也是有限度的。如果冬天的环境温度低于了多肉植物的承受限度，那么肉肉就会被冻伤冻死了。冬天的时候，如果最低气温不低于0°C，且天气比较干燥的话，建议放在外面露养，好让它上色出状态。而低温一旦低于0°C，则建议及时采取保暖措施。虽然有些多肉确实能耐零下10几度的低温，但我们并不用做科学实验，没必要非等到它的极限。另外，冬天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控水，还要注意避开一些窗户的缝隙等能产生冷风的地方，更不能让其遭受温度骤变，比如从极热马上到极冷，从极冷马上到极热，都会导致多肉无法适应而挂掉。8. 过度勤快折腾死。我们养多肉都希望它能快点长大，出状态变好看，而为了达到目标，都会想出各种办法，比如前面说的没事就浇水，还有胡乱施肥，3天2头换盆，一言不合就砍头撸叶子等等。还有一些新手肉友看了一些网上所谓多肉绝招，搞什么柠檬水、胡萝卜水给多肉上色等荒唐做法，最终的结果就是肉肉被折腾死了。以上的种种做法，其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容易好心办坏事。多肉是植物，需要静养，而且不管是长大还是变美，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。所以我们与其瞎勤快，不如耐住性子，按部就班，科学合理的养护。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，肉肉肯定会以最美的姿态来回报我们。以上就是多肉植物死亡的8个原因及解决办法，一定要记住，但凡植物生长死亡都是自然规律，我们平时养护需要慢慢积累经验，一时养死多肉不要紧，而不知道养死的原因，让多肉以同样的方式死上 N 次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花花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你观看花花的内容，感谢粉丝一直的陪伴并喜欢花花，花花也给你们点个小红心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